冯心树是巡抚之子，我是大清最后一位和硕公主。新朝更替时，我的皇家出身令同我亲近的人人人自危。公爹怕我误了冯家，婆母忧我害了他儿子的前程，周围人人都劝冯心树与我和离，保住前程。他将我护在怀中，荣寿是我妻，我与他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可后来他遇到了留洋回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，我就知道一生一世很长，姑娘切莫相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我丈夫出国留学2年归来的日子，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女子，而今日也是我婆母的生日，接来往的都是政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你出身不干净，老实在后院里待着，不准出来。一早，婆母就派人将我关在了院子里，一切只因为我是大清最后一位和硕公主，是人人唾骂的亡国后代，是残留的封建余孽。我从天亮等到天黑，等到前院热闹作响的锣鼓声逐渐停歇，等到看守我的下人终于散去，算算时间，客人应该散得差不多了。我在镜子前最后一次整理仪容，端着我包好的汤朝前院走去。还没等靠近前院，远远的我就听到了女孩爽朗的笑声：“姨母，今日我和心树一同归来，奎儿祝您容颜永驻，寿比天长。”婆母亲切地拉着女子的手，脸上那慈祥的笑容，在我背后的靠山还没倒时曾见过。心树，我看着那道2年未见的身影，难以抑制的激动。原本热闹的席间一下子冷了下来，婆母不悦地哼了一声。冯心树见到我的出现，愣了几秒，随即一脸欢喜地上前牵过我的手，将我拥入怀中。心树，这位是……顺着声音，我这才仔细地看清那女子，她的长发并未盘起，反而烫着精致的卷儿散落在腰间，上下2件的裙子简单利落，上衣的袖子露出一小截手臂，很是漂亮的一个女子。女子的声音截断了冯心树拥抱的动作，她下意识地松开了我的手，同我远了几寸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，像是有什么难以开口的样子。奎儿，这是我妻子荣寿。荣寿，这位是同我一起留学归来的表妹沈奎。荣寿，公主殿下，你只有称号，没有自己的名字吗？沈奎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冯心树方才并未介绍我的皇家身份，这沈奎却脱口而出，若说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显然是个笑话。你不是留过洋读过书吗？难道不知道本宫的称号就是以名字命名的？我一向最讨厌别人跟我弯弯绕绕，让我遇到了，在我口中绝对讨不到好。沈奎的脸有那么一瞬间没有绷住，随即他又换上了疑惑的表情。本宫，荣寿公主，现在可是新朝，你怎么思想如此落后，还敢自称本宫？你可知这是新民主社会，敢用这样的称呼你，就是对百姓人民的压迫。婆母一时间被沈奎唬得不轻，嫌恶地看着我，你要是怕压迫百姓，就你面前这顿饭够多少百姓一天的吃食了。我冷冷地开口。荣寿。还没等旁人开口，冯心树一把拽过我的手腕，严厉地喊了我的名字。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？你懂些什么？奎儿好心传授给你新思想，你非但不理解，反而斥责他。你这副固执的样子，同那些封建余孽有什么区别？我看着眼前疾言厉色的男人，一时间感到陌生，手腕传来揪心的痛。我用力摆脱他，不好意思，姨母。心树，
是奎儿不懂事，轻易冲撞了公主。荣寿，我向你道歉。女孩大大方方地走到我身前，看似坦坦荡荡，却红了眼角。冯心树一下子把我甩开，匆忙走向沈奎。他的力度一时之大，加上我本就用力挣脱他的束缚，一时间猝不及防被甩了出去，连带着我包的那壶粥摔落在地。我看着被瓷片划破的手心，汩汩的鲜血流出。冯心树站在沈奎身边，无措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我。心树，奎儿受委屈了，你先送她回去。婆母一声令下，冯心树稍有些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是选择走到了沈奎身边。身边的下人将摔倒在地的我扶起，手心传来钻心的痛。我没有理会，只是固执地看着冯心树二人的身影。这样短短一条路，哪怕是个背影，都能看出二人的开心。沈奎一会拍了一下冯心树的肩，一会两人头又靠在一起，喋喋私语。他们像一对恋人般那样亲密。我瑟缩地想将自己躲起来。我出身恭亲王府，7岁就被太后接进了宫中，破例封为和硕公主。那时冯大人深得太后信任，朝中大事多经由他处理，忙不过来时就宿在宫中。冯心树因此常常进宫，宫里孩子少，他是我很好的玩伴。他八股学得很好，那些枯燥的玩意儿我学不进去。每当太傅考教时，冯心树总是断后护着我逃跑。我缠着宫里的洋画师，非要学习他们国家的语言。冯心树虽然不赞同，却还是在太后面前替我承担了私自学习外文的罪名。宫规森严，太后对我亲近又遥远。那时冯心树是这偌大深宫里最贴心之人。我15岁那年，17岁的冯心树一身红袍娶我为妻，遥寄洞房花烛夜。火红的花烛下，他曾同我执手而言，与吾妻一生一世不分离，爱到白首。当我带着对幸福的憧憬回宫时，太后并没有我预想的喜悦。一个女人靠夫家，娘家是靠不住的，只有权力才是最好的靠山。私下丫鬟同我讲，太后娘娘毕竟与我不亲，我这样好的婚事，她竟然如此冷漠。可我知道，我出嫁那日，铁面铁拳铁石心肠的太后私下为我落了泪。当大清一夕之间大厦倾塌，我成了人人攻击唾骂的前朝余孽。心树在父母堂前跪了2日，坚决不和离不休妻。他在街上众人对我指点唾骂时，挡在了我身前，将一切不堪与我隔绝。我曾以为我们会幸福地将余生携手，直到他出国留学。他寄回家的家书由半月3封逐渐变成了1月1封，再后来是半年1封，甚至连这也不如了。起初他在信里与我分享他在国外的所感所想，看得我心生向往。渐渐的，家书里出现了一个女子，在信中冯心树不留余力地夸赞女子的才华天资。荣寿，你不知道，我从未见过这般自信的女子。荣寿，竟然有女子短短半年能将外文学了5成。新思想的风潮造就人啊，他的信里信外都离不开那个神秘优秀的女子。可他似乎忘了，曾经的我连半年时间都不用，便能流利地用外文对话。再后来，半年1封的书信里没有一句对我的关心，我好像被遗忘了，就如同婆母今日的生日宴，如果我不出现在宴席上，她都记不起我的存在。荣寿，昨日是我不好，不该当着丫鬟下人的面将你推倒。清早我刚给婆母请完安，就碰上了等候已久的冯心树。他眼底下一片乌青，
想来是昨夜没有睡好，又想到他接连几天漂洋过海，搭乘火车劳累不堪，我不禁心下有所松动。荣寿，这是我连夜托人找来的西洋药膏。冯心树隔着我手上缠着的厚厚纱布，轻轻摸索，眼里闪过几分心痛。沈奎昨日也是好心，我们这种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，行事可能会激进一点。以后你这个做嫂嫂的要对他多多包容。我们以后沈奎要住在冯家，我作为冯心树的妻子，连自家住了一个外人，还要通过丈夫告知，而不是征求。我盯着冯心树，想要听他多解释两句，可他丝毫没认为沈奎的到来需要问一下我的想法。一时间心下悲怆万分。荣寿，我和你一块儿回院，晚些让下人把我的东西收拾过去。少爷不好了，沈奎小姐要离开冯府，说是要回家去，奴婢怎么拦都拦不住，您快去劝劝吧，也就只有您的话能让小姐听进去了。刚走到我院前，就跳出一个小丫鬟，声泪俱下告诉冯心树，我从未见过她那一贯温润如玉的脸，竟然能被吓到铁青。不过几秒，我只能看到她飞奔留下的残影。慌乱之中，她将拿给我的药膏丢在地上，那破碎的白玉瓷瓶就如同我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一样。我清楚地认识到，沈奎的出现使得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改变。沈奎轻而易举地能使冯心树对我疾言厉色，为他狂奔，不顾任何形象。我不是傻子，冯心树他变心了。等我赶到沈奎屋内时，就看到女子坐在地上，神色悲痛，时不时地轻轻挣扎两下，而我的丈夫则双膝跪在地上，将沈奎紧紧地抱在怀中，像是稍一不留神就会失去什么至宝一样。奎儿，你不要离开，有什么困难我们好好沟通。我就站在一旁，看着沈奎轻轻托起冯心树的脸，四目相对，无数电火花绽放。我一个女子对上沈奎，也不由得对他一阵怜惜。我昨日一来，就害得你和荣寿吵架，我心里内疚的不行。我思想先进，而荣寿思想固执，我留在家中，难免要给荣寿平添许多烦心事。更何况我这样不清不白地住在你家，怕让有心人传了闲话出去。奎儿，这就是你家，我看谁敢吃味乱议论。婆母不知何时听的信儿，也匆匆赶来，锋利的眼神在我身上来回打量。婆母这话一出，算是把背后挑拨是非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了。冯心树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暗沉。天可怜见，我知道沈奎要留下的消息还是你刚刚告诉我的，我哪来的功夫忙活这些？母亲，我一听沈小姐这边出了事，往这儿赶的时候，凑巧碰上了个传信的人，我装出一脸担忧的样子。世叔带上来了个小厮，这人不是我凑巧碰上的，在宫里待了这么些年，凭直觉我就知道这里面有事。果不其然，世叔打听到今日有自称沈奎父亲家的人来过冯府，沈奎父亲得知沈奎回国，特地派人来请他回去。原来是父亲思念女儿，我还以为是冯府哪里招待不周，怠慢了沈小姐。事情的真相揭开，原本议论的下人看向沈奎的眼神都带了几分探究和嘲讽。沈奎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够了！眼见着沈奎又要落泪，冯心树心疼地把他护在怀里。荣寿，你不知晓奎儿家里的事，还不快来人，把夫人带回院去。冯心树是在埋怨我多事，当众落了沈奎的脸面。可他没有想过，要是这盆子脏水泼在我身上，我在府中该如何立足。
下人婆子在我身边踌躇，不知道该怎么把我带走。我平静地看了一眼冯心树，他那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全部投入在了沈奎身上。我没再多言，径直离开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都没见过冯心树。他很忙，我也很忙。他忙着陪沈奎今日踏青，明日写诗，后日为美人一掷千金。我也忙着清算我的嫁妆。公主府几年不住人，需要修缮的地方很多。正当我忙着给沈之乐回信时，沈奎来了。荣寿，这是今日心树陪我在拍卖会，我们给你选了样礼物。沈奎身后跟着3、4个下人，手上端着几样物件。一幅画作在我眼前展开，画作内的朱墙黄瓦，熟悉的海棠花和那架红秋千，落款的那个外文字母一下子跳入我的眼睛。这是往日宫内郎先生的作品，这幅画是他送给我的15岁生辰礼物。我出嫁的时候将它留在了宫内，没想到此生还能再见到，我心下不由得一阵激动。这幅画是今日拍品里我最喜欢的，心树可为此花了不少银子。当我伸手要触碰到那幅画时，沈奎让人把它收起来了。对了，荣寿，给你看我和心树给你带的礼物。原来这幅画是送给沈奎的，我15岁的生辰礼物。冯心树不可能不知道，这样一幅承载了我往昔生活的画，对如今的我来说有多重要，冯心树一点也不在乎，只顾着拿来讨沈奎的欢心。沈奎拿了一把扇子送到我眼前，扇子上画有落败的海棠花。夏季炎热，这扇子扇扇凉风，送给你最实用不过了。沈奎是来挑衅我的，你学的新式思想就是来抢男人的吗？这样朝秦暮楚、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我送与你了。史书接过沈奎递来的扇子，下一秒卯足了劲将它扔到了院子外。沈小姐没见过好东西吗？什么破烂玩意也敢送给我们公主？沈奎哭啼啼跑出去没多久，我那1个月未见的丈夫整个人摆着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，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荣寿，我竟不知你何时变得如此善妒了。奎儿好心给你挑选礼物，你竟然当众丢了，你还有一点贤良淑德的样子在吗？你这种没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，真是让我恶心。冯心树此话一出，身旁传来几声惊呼，谁都没能想到冯心树会对自己的妻子说出这样的话。冯心树也像是意识到一样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出声。2个 bitch， 我轻轻地开口，你说什么？冯心树皱着眉，看样子是没有听懂。也对，我们冯大公子怎么会学习粗鄙之语呢？你干什么？世叔拿着从院外捡回来的破扇子，朝着冯心树的脸就丢了过去。冯心树躲闪不及，挨了世叔一下子。什么破烂东西？谁敢拿这样的东西羞辱我们公主？我统统给他打出去！冯心树捡起地上的扇子，看着那开败的海棠花，脸色一变。心树，你这些日子忙我见不到你，早在半月前我就托人传口信给你，让你务必帮我拍下郎先生当年送我的生辰礼，你可还记得？可这幅画你给了谁？你心里可还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？早在半月前我就知道了拍卖的消息，但近来大大小小的事我忙不过来，若没有冯心树的陪同出府婆母，定会对我多加刁难。这些其实都是借口，最重要的是我心底还想试着再相信冯心树那么一次。现在看来，我就像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冯心树无力地拿着那把破扇子，可是荣寿，你什么都有，沈奎只有我了。回答冯心树的只有我一个干脆利落的巴掌。荣寿，你疯了！
你还没等冯心树说完，世叔已经拿着扫把追着他打了上去。沈奎，只有你了，那我真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冯心树回国后，并没有和我住到一处，反而是住在了离沈奎最近的院子里。我白日借着管家之名来回忙个不停，晚上自然是没有人关注我这个不受宠冯府老妈子。我熟练地换上世叔的衣服，捏了捏一脸担心的小丫头的脸，放心，天不亮我就回来了，你乖乖的呀。自打大清亡了，婆母对我心生厌弃，把我安排在了冯府最偏的院子。可巧这院子有个狗洞，刚好能够我钻出去。我坐着黄包车来到了公主府。我们生活在暮光之时，黄昏时刻无故人。我敲了9下门，对上了暗号。给我开门的是沈之乐，沈奎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这尊府邸是我出嫁那年太后给我置办的，但我为了照顾冯心树的颜面，住在了冯家。这偌大的公主府一直闲置了下来。你这府邸大得很，容纳这些孩子们是够够的了。我和沈之乐算是彼此的伯乐。在我深陷在自己前朝余孽身份的自卑中难以自拔时，遇到了在大街上流浪的沈之乐。他和沈奎的父亲为人迂腐，只把女人拿来当做自己谋权夺利的工具。沈奎算是幸运的，母亲早早就和离，带着他住在外祖家。而沈之乐，他的母亲被沈父在百家官员中婉转折磨，不堪受辱，选择了自尽。13岁的沈之乐被送给了60岁的都督做妻子。好在这丫头聪明，侥幸逃了出来。我资助沈之乐出国，那些我没法去到的城市，没能学习的知识，我希望他能替我尝试。沈之乐回国的几个月前，就书信联系我，要创办一所学校。对此，我自然是大力支持。公主府空闲，正好可以当作学堂。在资金方面，恭亲王府和太后留给我的嫁妆根本花不完。他说，这个学堂明面上是报社和孩子的学堂，私下是用来传播一种俄国来的新思想，因此我也有了可以学习的机会。这几个月里，白日世叔换上我的衣服，在院里坐镇，我则是偷偷从狗洞中爬出来，去公主府学习。几日前，沈之乐来信告诉我，我通过了组织的考验。当他带着我在那面鲜艳的旗帜下宣誓时，我还在难以置信，我真的成为了革命的一员。荣寿，你过得不开心，可以选择离婚。现在女子可以选择登报，解除自己痛苦的婚姻。正当我要离开时，沈之乐一脸不忍地开口。我乐了，原来这世上还有人会在我身上投射一道关心的目光。我以为那日将冯心树扫落出门，以他高傲自负的性子，定是不愿再看我一眼了。没成想，他会主动上门。他带了许多我们小时爱玩的玩意，不断地提及我们儿时的故事。我有些意兴阑珊地摆弄着桌子上的花灯，正想着怎么让世叔把他赶出去。荣寿，我特地找了往日宫里的厨子，今日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。宫里的厨子，不得否认，这点确实很吸引我。我看着冯心树殷勤地给我夹菜，仿佛他只用动手做这些小事，我们又能变成完好无瑕的玉佩。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太卑贱了。用膳用到一半，沈奎出现在了膳堂。奎儿，你怎么这个时辰来膳堂了？冯心树疑惑地问道，接着猛地站起，脸色一变。可是还未用膳，你身子不好，这些做下人的怎么伺候的？这话一出，我没忍住笑。这地主老财一般的发言，怎么天天有脸指着我叫骂封建余孽？一时间，膳堂的氛围有些微妙。
冯心树和沈奎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沈奎吸了吸鼻子，我觉得他又要哭了。无爱心树，姨母最近食欲不振，奎儿想着亲自来做2道菜，兴许姨母还能多吃点儿。冯心树看沈奎的眼中满是感激与心疼，不由得失望地看了我一眼。多贤惠的儿媳呀！我不由得感慨，想来在他眼中，沈奎体贴婆母，思想先进，温柔贤惠，而我蛮横无理，封建古板，不得婆母欢心。但是谁 care 呢？冯心树在举筷越发踌躇，眼神时不时地扫向沈奎所在的后厨，恨不得现在冲进去同沈奎一起。不过半刻钟，沈奎便端着一包热汤出来了。打小在宫内养成的直觉，让我不自觉地离沈奎远了几寸呀！终于，沈奎大喊一声：“情况紧急！”我内心却舒了口气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沈奎在原地绊倒，那一壶热汤眼看着就要冲我席面奔来。冯心树到底是习过武的，反应得快，毫不犹豫地把汤碗打掉，坚定地护在了沈奎的身前。汤碗顺着他的力度，不偏不倚地砸在我身上。好在世叔也早有准备，替我挡了一下子，只是些许热汤点子砸在我手上。没事吧？冯心树把沈奎摁着转了一圈，确认没烫着，才走向我。荣寿可烫着哪里了？我那有西洋药膏，管用得很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我悲催地看着我的手，这下手心手背连一块好地方都没有了。世叔心疼地替我呼了呼。我们正赶着回院里涂药，沈奎拦下了我们。整个善堂只有我们3个人，沈奎也卸去了平日的伪装，像一只斗争的孔雀一样高傲地抬着头颅。荣寿，你就算没受过新式教育，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。这些日子，心树所有下意识的举动都告诉你，他爱我不爱你。心树是留学回来的人才，他若从政，必定大有前途，而你只会阻碍他的进步。我强忍着手背的疼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所以，你要给他当姨太太吗？此话一出，沈奎彻底维持不住完美的微笑了。他的眼神偏执又癫狂，像是要将我撕成碎片。说完，我就示意世叔赶紧回房抹药。当夜，冯心树压根没有送来什么狗屁西洋药膏，我是半夜被吵起来的。我顺手拉住了院外一个匆忙的小丫鬟，打听出了何事。丫鬟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托您的福，沈小姐自杀了。说着甩开我的手，一路跑没影了。托我的福，我谢谢您嘞。我的瞌睡一下子清醒了，还没等我想明白，就看着冯心树带着一排家丁朝我走来。啪的一声，我的双耳因为他这一巴掌嗡嗡作响，眼前晕眩个不停。恍惚之间，好像有什么腥热的液体在我脸上滑动。愣着干嘛？还不把这个杜甫带走？我还没缓过劲来，就被2个小厮反压着胳膊在地上拖行。世叔的哭喊依稀在我耳边越来越模糊，直到我被人摁着跪在地上。我费力地睁开眼，发现我跪在了沈奎的床前。沈奎穿着白色单衣，脸色惨白，脖颈上有一道鲜红的勒痕。冯心树站在沈奎床边，将他揽入自己怀中，一脸厌恶地看着我。荣寿，枉奎儿劝我费尽心思讨你欢喜，哪成想你骨子里竟是如此恶毒。奎儿是见过外面海阔天空的鸟，不是你这只懂得内宅阴私的杜甫。奎儿不过是体贴我母亲，对我这个兄长有所依赖。你竟敢逼他做我的妾室，什么姨太太这档子污秽之语，你竟敢说得出口？今日无论如何，你都要给奎儿道歉，否则我就休了你，
冯心树一口一个奎儿，听得令我作呕。见我没有反应，冯心树发了疯地攥紧我的下巴，想要逼我开口。我疼得不行，张了张嘴，似是想要张口说话。冯心树卸掉了手上的力度，等着我道歉。你们两个 bitch。冯心树没有听懂，可沈奎听懂了，惨白的脸一时气得通红。冯心树转过头，好奇地问沈奎：“这单词是什么意思？”一时间，沈奎竟不知如何开口。看得出来，他想努力维持自己知书识礼、清纯无害的形象，自然不肯承认自己知道这样粗俗的词汇。荣寿，这是在道歉。沈奎恨恨地咬着牙开口。我也顾不上疼了，奋力地挣开两个小厮。我堂堂正正地站了起来，走到冯心树面前，又骂了一句 bitch。沈奎的脸色更差了，拽了拽冯心树的衣角，示意带我离开。冯心树愤愤不平地瞪着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杀了他老娘呢。冯心树将我禁足在院子中，等他终于安抚好沈奎，来到我院子时，却发现这本就狭小不堪的院子此刻空落落的，不停地有跑活的力夫搬着一个个箱匣子走出。我和世叔忙着指挥个不停。荣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公主 bitch 来了。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还是世叔喊了一句，我才看见冯心树。你这是在胡闹什么？我看你还是不知悔改。冯心树的存在感极强，饶是我在想忽略他也装不下去了。看样子今日的报纸你是没看。我递给世叔一个眼神，小丫头立马进屋去翻报纸了。报纸？你别告诉我你也开始看报纸了，你看得懂吗？冯心树有些好笑地看着我，可巧我也好笑地看着他。诺，接着 bitch。世叔远远地将报纸扔向冯心树，冯心树随意扫了一眼报纸，不耐烦地看着我。你拿反了。我好心地把报纸给他翻过来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版报头条：震惊，大清最后一位和硕公主步入哥哥后尘，登报离婚。看清楚了吗？登报离婚，不知道吗？离婚的投稿几日前我就派人递到报社去了。沈之乐说我的身份特殊，影响力大，若是能把我登报离婚这件事利用好，一定能给更多婚姻不顺的妇女予以希望和范例。冯心树皱着眉抿着嘴，拿着报纸的手克制不住地抖个不停，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。他摁着报纸来回看了3、4遍，才相信自己的眼睛没出问题。荣寿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不过是发生了口角，怎么会离婚？冯心树尝试着抓住我的手，被我给躲开了。对于这种薄情寡性之人，我不想多说一句，别以为你现在假意离婚，就能模糊掉你对奎儿造成的伤害。冯心树终于想出一个能让他逻辑自洽的理由。世叔早已忍耐了许久，迫不及待地把这几个月受的憋屈通通骂了出来。眼瞧着东西都搬空了，我示意世叔该离开了。眼见着我不为所动，冯心树也收起了虚伪的表情，冷冷地放出狠话：荣寿，你怕是忘了你自己什么身份？登报离婚，我看除了我还有谁敢娶你？我等着你乖乖回来求我。清朝最后一位和硕公主离婚的消息算是轰动满城风雨。作为拿到公主离婚独家消息的报社，我们算是打出了名气。我和沈之乐借助这个风口，迅速扩大报社战线，大力宣传俄国思想，鼓励人人平等、男女平等。我被人诟病的前朝余孽的身份也有所转变，成为了积极接受改造、独立进步的新妇女形象。我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时代出路的探索当中，只是偶尔听人提起，
冯心树娶了新的夫人，还加入了政府部门。你要叫我同志，这是我第134次纠正世叔对我的公主称呼。我摸了摸小丫头齐耳的短发，催促着她快些进去上课。革命形势错综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。连着3天，公主府现在叫做青年报社，门口都蹲了一批特务，那是冯心树手底下的人。算算时间，他们踩点也踩得差不多了。我接到举报，青年报社存在思想错误的问题，现责令你们停业整改。一群特务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嘴上说着整改，实际却蛮横地在报社里乱翻仪器。回处长，什么也没搜到。特务头子低眉顺眼地朝着姗姗来迟的冯心树行礼。冯心树现在做了狗腿子，倒是凭着他那留学归来的名号混上了个情报处处长。组织的线人匆忙接到了消息，在1个小时前顺利完成了转移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选择留了下来。冯处长，传播男女平等不是新思想吗？怎么就思想错误了呢？我放下了往日按规矩盘起的头发，和世叔一起剪了个同沈之乐一样的干净利落的短发，换掉了处处束缚的旧衣，找到了新的自我。冯心树看我的眼里有几分惊讶。荣寿，守着这个破报社，学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满足了？你若现在肯求饶，我还愿意收你当个姨太太，管教管教。我呸！冯心树，你就是个 bitch， 是走狗。冯心树的眼底有一丝猩红，显然是暴怒的前兆。看来他知道那个单词的意思了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这人有通敌的嫌疑。我是被一盆冷水浇醒的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刺鼻的血腥味。我尝试着动了一下，发现自己四肢被铁链绑住，铁链子积了一层厚厚的血泥印子。荣寿，你若现在服个软，我可能还会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你。冯心树又在狗叫了，我不屑再看这走狗一眼，只要你交代出那批谋逆者，我就让你回冯府。滚，你个狗东西！以前在宫里时听过慎刑司有千百般折磨人的法子，可真当指甲被拔掉时，我才明白这是有多痛。大清为何会被推翻？酷刑何时能够消失？人民何时能够平等？我食指的指甲都被拔掉了，右手砍断了2指。记得那日匆匆分别前，沈之乐答应再见面教我学枪，可我是没有机会了。处长，这女人跟那批革命党一样，咬死不开口。原来这铁链子上斑驳的血迹是同志们的血。此刻我不再感到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没了我一个，还有无数个仁人志士为之奋斗。那群特务见问不出话来，将奄奄一息的我丢进了监狱里。吱嘎一声，监狱的门打开了。我以为又要被拉去审讯，想也不想地开口：你们有千百种法子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我是不会开口的。监狱里一片安静。正当我挣扎着想睁开眼时，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：没想到短短几个月，你能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来的人是沈奎。往日他那飘逸的长发，此刻一丝不苟地盘在头上，宽松利落的衣服也不见了。明明得到了他想要的，看起来他的眼里却没有光。沈奎帮我解开了铁链，丢给了我一身衣服，穿上它。沈奎是要救我吗？我没时间发出疑问，只能加快换上衣服。我跟在沈奎身后，一路畅通无阻地出了监狱，坐上了他的轿车。你要去哪？沈奎没好气地出声：青年报社，你还去那个鬼地方？那里被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真晦气，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。沈奎虽然抱怨着，
还是让司机把我送到了报社。临分别时，我有些神色复杂地看着他，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救你是吧？沈奎拨弄了自己盘起的头发，原本充满活力的双眼此刻黯淡无光。我出过国，我是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人，我也是爱自己国家的人。虽然我无法像你一样扛得住酷刑，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告诉我，女人就是要和女人斗的，跟我比你输了。但我也受过教育，一个人不论男女要爱他的国。我看着轿车里美丽的女人，她的双眼也愈发坚定起来。如今的冯心树就是一个狠毒残酷、丧尽良心的狗。我不敢想，在知道沈奎的所作所为之后，沈奎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，我也无法为他做什么。保重，我们依依别过，这2个字蕴含了我们对对方最好的祝福。我从报社翻墙进去，找到了因为匆忙转移不方便携带的电台。我最后仔细乔装打扮了一次，坐着黄包车来到了码头。师傅，麻烦再快些。拉车的师傅没有说话，只是加快了步伐。我看着沿路的建筑，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，这不是通向码头的路。借着和一辆粪车擦肩而过的功夫，我将装有电台的箱子塞到了粪车的缝隙间。我被带到了一处广场中间，大批的特务头子早就候在此处。广场中心有几个男女跪在地上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他们之间没有我熟悉的面孔，可我知道这是我最亲近的人。我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为之献出生命的战友。再见冯心树，他的白色衬衣溅上了一片血渍，我不知道那是战友们的血还是沈奎的血。被踹在地上的时候，天已经黄昏。我在围观的人群里看到了沈之乐，他红着眼，一遍又一遍对我比着平安平安的口型。大家都平安，世叔也平安了。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冯心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看着眼前这个耀武扬威的男人，眼角里的得意根本藏不住。跑啊荣寿，你不是挺能跑的吗？连沈奎那个贱人都能帮你背叛我。冯心树越说越激动，手劲越来越大，恨不得将我的下巴掐碎。心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离开你，我不求你的原谅，你能让我再抱你一次吗？我声泪俱下的示弱。见状，冯心树放松了警惕，我趁机甩开了压着我的2个特务，站起来走进冯心树。我轻轻抬起头，这样美的夕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冯心树，去死吧！我死死地抱住冯心树，引爆了身上的炸弹。黄昏时刻无故人，红日旭升在东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